拉包尔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规模最大也是最为震撼的空中对决。这场战役也被称为美军的复仇之战，成功将偷袭珍珠港的指挥官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干掉。美日两国为了争夺拉包尔地区的制空权，展开了长达7个月的激烈战斗。双方先后投入数万架战斗机，作战规模空前绝后，其场面之恢宏，战斗之精彩，可谓是二战史上前所未有的空中战役。那么美日双方为何要争夺拉包尔地区？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又是如何被美军歼灭的呢？这场二战史上前所未有的空中战役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拉包尔战役。日军自1941年偷袭珍珠港后，就逐渐把重心放到了太平洋战场上，开始在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屿上进行部署。一方面是保证日军在太平洋上的航路安全，另一方面则是防备美军的报复，做好与美军交手的准备。而这时的日军也发现了地理位置优越的拉包尔地区。拉包尔位于西太平洋俾斯麦群岛中的新不列颠岛，它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港口城市，在其方圆100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布卡、卡维恩、维拉、蒙达等多个重要的航空基地。对于日军来说，拉包尔地区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对日军之后的战场局势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军只要占领了拉包尔地区，物资补给就会更加的便捷，因此日军便趁着美军刚刚参战，兵力还没有得到部署，无法有效的阻止日军进攻的时候，便集结了大批舰队，向拉包尔地区展开了全面进攻。日军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毫不费力的就将拉包尔地区攻下。而在成功的占领了拉包尔地区后，日军立即就开始构建自己的海军基地，不断的将舰队部署到拉包尔地区，同时源源不断的运送物资。就这样，日军成功的将拉包尔地区建造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军事基地。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日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太平洋战场的优势，对美军展开了一系列偷袭。虽然这些偷袭没有重创美军，但是日军的不断偷袭也让美军十分的恼火，于是美军便展开了防空抵抗作战，成功的击毁日军上百架轰炸机。美军的反击让日军高层很是生气，随后日军凭借着拉包尔空军基地的后勤补给队，对新几内亚地区的美澳联军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但是因为美军已经做好了防备，所以日军的这些进攻不但没有取得胜利，还让日军损失惨重。而这时的美军随着兵力的到达，已经打算对日军展开反击。美军的进攻目标是瓜达尔卡纳尔岛，20多艘美军战舰直冲瓜岛。当日军侦察机发现了美军战舰后，日军立即发动了拦截，但是日军与美军的实力差距过大，虽然瓜岛的日军拼死抵抗，但是随着美军兵力的不断增加，瓜岛上的日军已经不足以抵挡美军的进攻了。就这样，美军成功的占领了瓜岛。在1943年2月，美军取得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后，迅速在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兵分两路展开反击，兵锋直指日军的拉包尔空军基地。日军同样也没有闲着，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交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的物资补给出现了问题，导致日军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的防御工事无法修建，使得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失利，被美军拖入到了消耗战。同时，日军在拉包尔空军基地的战机已经损失过半，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失去了主动权。面对不断失利的战局以及开始溃散的军心，日军高层坐不住了，他们急需打一场胜仗来稳住军心，同时也要重创美军，赢得太平洋战场的胜利。于是在1943年3月25日，日军高层决定让山本56来指挥战斗。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对整个局势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当时的战场情况制定了一个大胆的1号作战计划。为什么说是大胆的计划呢？简单来说，这个计划就是将日军现在所剩的全部兵力集结到拉包尔地区，放弃防守其他地区，将巨大的战线缩小，使其战斗力整合，利用空中优势对美军展开反击，想要一举扭转颓势。日军的1号作战计划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集中兵力进攻所罗门群岛，在最短的时间内攻占所罗门群岛，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同时建立起一条安全的运输线。当第一部分顺利完成后，日军再转头攻击新几内亚群岛，争取一举将美军重创。抛开结果不看，如果光看这个计划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日军唯一能扭转战局的办法。因为美日两国的军事实力以及国力差距在那摆着，如果继续这样耗下去，日军的损失只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日军来说，与其被美军一点点击溃，还不如趁着现在兵力充足，放手一搏。日军为了计划
可以顺利进行，出动了相当豪华的阵容，派出了2大航空舰队，被称为理想型航空母舰的瑞鹤号航母，以及使用新型动力系统的瑞凤号航母，被称为梦想舰船的飞鹰、隼鹰号航母全部出动。这些航母上搭载着上百架零式战斗机，50多架99式舰载轰炸机，30架97式舰载攻击机，还有日军草陆任意中将所带领的第11航空舰队，包括上百架零式战斗机、10几架99式舰载轰炸机、70多架1式地面攻击机，全部由日本海军中将小泽治三郎指挥。而这时，美军虽然不知道日军想要干什么，但是也没有坐以待毙。美军驻守在南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员哈尔西中将下令让部队保持高度戒备，同时让美军的航母舰队向拉包尔地区靠近，防止日军的突然袭击。1943年4月3日，山本56乘坐飞机抵达拉包尔地区。随后，日军的1号作战计划第一阶段正式开始。伴随着战斗机引擎的轰鸣声，20架零式战斗机作为第一梯队出发，随后又有30架零式作为第二梯队出发，然后由70架99式舰载轰炸机和100多架零式作为第三梯队出发。就这样，日军数百架战斗机直冲美军基地，庞大的机群遮天蔽日，看起来格外的壮观。几个小时后，美军在拉塞尔群岛基地雷达上出现了日军机群，当即就让80多架战斗机仅仅是初步交手，日军飞行员就绝望地发现，曾经无往不利的零式战斗机现在却落入了下风。面对美军的攻击，竟然毫无还手之力。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在二战初期是非常先进的，有着航程远、速度快、转向灵活等优势，可以说为日军立下了赫赫功勋。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日军的零式已经逐步落后了。美军为了面对日军的零式，研制出了2款新型战斗机，那就是 F4F 野猫战斗机和 FUF 地狱猫战斗机。这2款战斗机可以说是全方面吊打日军的零式。正是因为这样，本来来势汹汹的日军在遇到美军的新式战斗机后，可以说是老鼠遇见了猫，被美军以绝对的优势按在地上摩擦。短短数个小时，日军的战斗机就损失惨重，天空中到处都是飞机爆炸后的烟雾和不断掉落的残骸。而日军的轰炸机也因为没有战斗机的掩护，在美军对空火力的压制下，日军在损失多架轰炸机后，仅仅是摧毁了1艘驱逐舰和1艘护卫舰。就这样，日军浩浩荡荡的进攻以惨败收场。如果仅是这样，日军可能会认清现实，放弃进攻美军。但是事实往往是那么可笑，在战斗结束后，日军返回的飞行员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也许是不愿承认失败，也许是害怕受到责罚，竟然谎报了战斗结果。明明是惨败归来，但是在日军飞行员的嘴中则成了大获全胜。就这样，不明真相的日军高层还在为行动的成功暗暗自喜，就连日军的指挥山本56都已经开始计划展开第2阶段外了。于是在4月中旬，日军再次集结了200多架战斗机。美军有了上次的经验，在发现日军机群后，立即派出战斗机进行拦截，再加上美军舰船炮火的支援，日军战斗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损失严重。最后，美军仅仅用了3架战斗机的损失，就成功的打退了日军的进攻。这次进攻后，尽管日军高层觉得美军受到了重创，但是日军的空中力量也损失巨大，加上海面天气的恶化，日军的1号作战计划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但仅仅是2天后，日军指挥山本56乘坐的飞机被美军击落，日军的士气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导致日军彻底放弃了主动进攻。而后的数个月，在美军的不断进攻下，日军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在长期的拉锯战下，日军部队损失惨重，第1航空舰队不得不撤出战场进行补充，第2舰队更是连续补充了3次。但是在巨大的差距下，日军损失仍在不断增加。到了11月，面对步步紧逼的美军以及不断失利的局势，日军新上任的古贺丰一决定背水一战，调集第2航空舰队所剩的全部战力，共计200多架战斗机以及8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进攻所罗门群岛最大的岛屿不干维尔岛。但是日军想不到的是，美军在这里部署了1个航母舰队，甚至有2艘航母严阵以待。就这样，日军信心满满的冲向战场，却像鸡蛋碰石头一样，瞬间被碾压。战斗到第5天，日军多艘战舰已经受到重创，战斗机也损失了几十架，却仅仅是对美军战舰造成了轻微的伤害。虽然日军打不赢，但是日军会说呀，等日军飞行员将战果传到日军高层耳朵中时，就成了成功击毁美军2艘航母、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就这样，日军单方面的宣布取得胜利。在日军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这场为期几个月、规模浩大的拉包尔战役落下了帷幕。
相信大家都很疑惑，美军没有什么重大损失，为什么不继续进攻，一举拿下胜利？其实这场战役本质上来说，是美日双方要争夺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而地理位置优越的拉包尔就成了要争夺的地方。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拉包尔地区的战略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对于美军来说，日军在如此巨大的损失下，已经不足以称得上是威胁了。而日军如果继续拼命，那就是彻底的失去了海上力量。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军一开始打算的就是慢慢消耗日军，没有想着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现在这个结局正是美军想看到的。如果继续进攻，兔子急了都会咬人，更不用说日本。因此美日双方都很自觉地停止了战斗。在持续的几个月时间内，日军一共损失了上千架战斗机、数十艘舰船。可以说经此一战，日军的海军、空军都大幅缩水，基本上陷入了瘫痪的状态。而美军则是不断扩大着自己的战果，占据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导位置。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点关注。对于这场拉包尔战役，各位看官有何高见，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会。二战期间，美国作为军事装备出口量最多的国家，是不想轻易卷入战争的。但美国万万没想到，日本竟然公开向其宣战，派出100余架战斗机直接偷袭珍珠港，使得美国海军实力大不如从前。这样一来，逼得美国不得已宣战法西斯。然而，就在美国宣战后不久，一场复仇之战也随即悄然展开。这场战斗可谓是太平洋战场上最狠的一战。美军直接将日军打回原形，10万日军到最后仅剩7000人。那么是什么原因美军要对日本痛下狠手？1945年4月，美军宣布加入同盟国，并在日本岛附近的冲绳岛打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役。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战斗是倾泻怒火的复仇之战。55万美军以拼命三郎的打法，将10万日军打得溃不成军，甚至到后期一度打红了眼。就连军官将士都拦不住。对于日本来说，和美军打的这场战争就像是亲手将部队送进炼狱，10万大军被打到只剩到了7000人。这场战役就是冲绳岛战役。1941年前后，美国逐渐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出口，而这种做法就直接导致了日军战斗力直线先下降。没有石油，他们的飞机、坦克就无法行动，只能变成大块废铁。而当时的日本和德国联盟本来在他们的计划里，能不和美国交战就不交战，现在石油被禁，就逼着他们不得不侧面警告一下美国，希望对方松个口子。毕竟按照当时的局势来看，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头非常好，并一路打到了苏联的莫斯科，所以日本也就觉得德国可以，那我为什么不行？所以当美国紧紧扼住日本的咽喉石油时，日本已经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所以在1941年12月，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美军海战能力受挫，8艘主力战舰有4艘被击沉，剩下4艘也破败不堪，260多架飞机被毁，人员伤亡更是超过4000。总结下来，就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彻底瘫痪，而作为偷袭者的日本不过损失了几十架飞机而已。如此巨大的失败，美国能不动怒吗？不仅如此，除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外，还有一件事，前者只不过是让美国损失有点大，后者才真正让美军下决心的真正原因，那就是1945年2月的硫磺岛战役。这一战可以说是太平洋战役中两军冲突最为血腥的一战，日本以2万人的兵力硬是将10万美军打得晕头转向。虽然美军最终赢得了战争，但他们的伤亡人数却要比日本大很多。珍珠港偷袭可以说是美军勘察不力，但硫磺岛的战果就真的引起了美国人的怒火。毕竟不管是1战还是2战，美军都没有如此大的伤亡，更何况让他们如此难堪的还是之前的小弟。也正是硫磺岛之战，才会让美军对日本法西斯势力痛恨到极点。冲绳群岛位于日本岛和中国之间，由于冲绳岛、庆良间列岛、一将岛等多处岛屿组成，不管对美军还是日本来说，这个位置都非常重要。美军打下来就能直接入侵日本内陆，冲绳岛就是守卫日本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军一旦攻破，就等于一头老虎冲进了你的卧室。所以，因为冲绳岛的重要性，日军无论如何也要守下来，否则日本面临的危机将大大增加。
因此，日军召集了所有海军力量支援冲绳岛，并在外围展开天罗地网，势必要在海外摧毁美军的主要海上力量。因为之前偷袭珍珠港的胜利，让他们自负地认为美军也不过如此。除此之外，为了万无一失，日军还派遣了大量陆军潜伏冲绳岛。万一海上部队失败，那么这些陆军部队就成了日本最后的希望。但日本准备妥当后，美军也赶到了，所以就在这种坚张跋扈的趋势下，冲绳岛战役爆发了。这场代号为冰山行动的战役足足持续了82天，是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海陆空三军战役。这一次为了复仇，美军派出了全部的海上力量，航母船只数量高达1500艘，战斗机2000余架，士兵人数更是高达50万左右，势必要一举拿下冲绳。在这个舰队群里，光是负责为登岛士兵做掩护的航母就高达20艘，此次之外还有10艘战列舰、23艘巡洋舰和71艘驱逐舰。不过美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日本也提前做好准备。他们宣布偷袭珍珠港，美军进攻硫磺岛时，他们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4月1号，冲绳岛战役正式打响。美军的先头部队是陆军第2师团，他们负责在冲绳岛东南海岸佯装冲岛，以此来吸引日军火力。第2师团到达既定位置后，便发动了进攻。伴随着航母飞机的掩护，不到半小时，第2军就完全登陆成功。随后更是把附带登陆车以及登陆舰全部推上了岸边。不过令美军意外的是，整个登陆行动非但没有之前预想的那么艰难，反而一个敌军都没有。10万日军仿佛根本不知道美国的行动一样。原来在冲绳岛战役爆发前一天，日军总部紧急发布战前命令，将日军的主力部队第9师团调走了。这样一来，没有了主力部队，冲绳岛的防御计划就变成了一张薄纸，美军一碰就碎。无奈之下，日军剩余部队只好将兵力收缩在冲绳岛南部，让美军登陆。不是他们不想去拦截，而是根本没有这个机会。直到战争爆发，这些日军也没有想到为什么总部会把主力调走，所以毫无拦截的美军在登陆半小时后，便迅速占领了北边的2个机场。直到这时，他们依然疑惑日军为什么会放他们进来，并占领军事要地。直到当天下午，美军才在机场外围看到一些零星的日军以及断断续续的炮火打击。在这种小规模骚扰下，美军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长达14公里的防御线，5万余人全部严阵以待。此外，还有无数火炮、坦克以及各种物资被运送上岸。慢慢的，美军之前那种疑惑全部消失。在他们看来，现在登陆完成的兵力和军事装备足以将整个冲绳岛打下来。就算日军在某个地方潜伏着，他们也丝毫不惧。更何况他们剩余的40多万兵力也会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个战场上。面对日军的10万人，根本不用害怕。特别是随后几天，美军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冲绳岛的一大片区域，将冲绳岛从东向西一分为2。仅用4天时间就完成了原先估计的15天的作战计划。自此，美军的登陆作战的信心膨胀到了极点。占领冲绳岛一半区域后，美军高层示意原地休整，等待新的命令。但大部分士兵却对这个命令非常不解。日军之前让他们的部队损失无数，这个仇必须要报，而且越快越好。然而就在冲绳岛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高层却示意停止进军。实在让人看不太懂，这些士兵不明白，但是高层将领却知道为什么让他们停下进攻的步伐。与地面部队势如破竹不断，美国空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极其焦灼的战况当中，与日军的厮杀也有来有回。根据战后统计显示，日军的袭击方式在整个冲绳岛战役中一共发起了10次，取得的战功异常显著，但之后却不行了。随后美军加强了火力网，只有极少数的飞机冲进了对方的舰队群，与之同归。日本海空两军的攻势也逐渐降低，冲绳岛战役也即将达到最终阶段。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美国总统去世了。于是日军开始膨胀了，广泛散布谣言，声称要击沉美军所有的航母。本来已经打算死守冲绳岛的日军又开始主动出击，在首次作战中把美军打得节节败退，伤亡将近5000人。
如此一来，美军也更加愤怒。在第二次交战中，美军将最新型坦克拉了出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坦克会喷火，而且防御力极高，喷火装置更是能射出几千度的火焰。借助这种坦克开路，美军又派出了4个师团紧随其后，向日军展开进攻，并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术，逐渐缩小日军的阵地。而日军在经过第一次的进攻后，胆子大起来，竟然也主动分兵出击。但是日军这样进攻支撑不了太久，几个小时后，日军反攻失败，白白损失了大部分兵力，而且弹药储备也已经不多，再次退回防御阵线内，开始最后的抵抗。日军在看到胜利无望后，便陷入了最后的疯狂。他们没有援军之前，日军总部发来的消息里说里应外合，现在也看不到一点友军的影子。直到美军缩小包围圈，将剩余的7000多日军围在山谷后，这些人突然清醒，纷纷放下武器投降。至此，冲绳岛战役宣告结束。这场耗时82天的战役让美军彻底打出火气，也报了之前硫磺岛之仇。不过这场战役依然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最多的战役，但好在最后还是赢了。美国用8万人的伤亡抢占冲绳岛，让日本彻底暴露在同盟国的视线里。也正是因为这次战斗，日本看到了美军的疯狂，甚至有些日本大臣都开始后悔偷袭珍珠港这件事了，不然也不会被打成这样。回到美国方面，在占领冲绳岛之后，美国高层还是决定释放原子弹，为太平洋战争奠定胜利的基础。1893年，所罗门诸岛沦为鹰保护地，这里丛林密布，山势险峻，雨绸路宁，瘴疠四行。英国殖民者称之为倒霉发臭的鬼地方。到了二战期间，此地被日本侵占。1942年8月7日凌晨，一支包括3艘航空母舰在内约80艘各类舰只组成的庞大的南太平洋部队，经千里航行，悄悄抵达此处。或许连部队统帅罗伯特·戈姆利都未曾预料到，一场改变太平洋战争命运的空前激战将在这里发生。这场战斗因何而起，又是如何展开的呢？在美国中太平洋上完成对日防御的最后一战中途岛战役后，便把解除对澳大利亚之围提上了首要议程。美国原本计划发起旨在夺取新不列颠岛、新爱尔兰岛及新几内亚的瞭望塔战役，但却在中途因为日军的秘密行动被迫中断了。原来日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修建机场，该岛位于所罗门群岛南端，北岸相对平坦，非常适合修建机场。一旦瓜岛机场建成，从这里起飞的日机就能直接轰炸包括圣克鲁斯群岛、埃法特岛与库马克在内的美军机场，极大地威胁了美、澳、新西兰之间的交通要道，切断美国对他们的补给。所以美军审时度势，果断调整了瞭望塔战役计划，想在瓜岛机场建好之前夺下此地。接到命令后，美国海军中将格姆利感到万分焦虑。因此此时距离登岛在即，而他对于瓜岛的全部了解仅有几本旧全国地理杂志、一张一战时德国的航海图、一叠传教士拍摄的照片，以及捷克伦敦的短篇小说。不过即便如此，8月7号这日，他依旧命令阿切尔·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发起登岛进攻，后者率领海军陆战第1师及第2师一个团，共19000人，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登上瓜岛时，但令人意外的是，驻岛的日海军第11工兵队350人和2700名工人没放一枪一炮，就抛弃了一座即将竣工的拥有1000多米长跑道以及完好发电通讯设备的机场，逃进茫茫丛林。被抛弃的机场随后被范德格里夫特的部下命名为汉德森机场，以纪念此前中途岛战役中牺牲的空中英雄汉德森。8月7日当天，日军匆忙派出51架飞机前往瓜岛，但在距离瓜岛还有1个小时航程时，他们被美机发现了。弗莱切指挥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腾空而起，一阵激战过后，日军16架飞机冒烟坠毁，其他日机见占不到什么便宜，开始对美军运输舰中进行投弹，但击中者甚少。瓜岛失守的消息引起日本大本营的恐慌，旅行中的裕仁天皇也积极返回东京，开始制定夺岛计划。8月8日晚，日本方面的三川军一中将率驻拉保尔的第8舰队，借着沉沉夜幕，闯过狭窄的斯洛特海峡，偷袭瓜岛。
将美澳海军4艘重巡洋舰及1000名官兵迸尽鱼腹。不过，三川并不知道美航空母舰已离瓜岛，因忌惮航空母舰的空中攻击而匆匆撤退。美军泊在瓜岛龙家滩头的数十艘运输舰由此免遭厄运。8月13日，大本营都令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海军大将和陆军第10机军司令白武晴吉中将在进行莫尔兹比战役同时，分兵夺回瓜岛。战斗将会如何进行呢？8月13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迅速出动第10机集团军之一部，协同海军歼灭瓜岛之敌，夺回该岛要地。驻扎在拉包尔第10机集团军司令白武晴吉接令后，仔细研究了瓜岛的地形，预判岛上美军不超过2000人，声称6000名日军即可拿下瓜岛。实际岛上美军已有16000人。由于手头一些兵力正忙于其他事情，白武晴吉决定派出一个1000人左右的先遣队，队长由1937年在中国挑起卢沟桥事变的马前卒一木大佐担任。8月20日至21日，一木支队以1200人的劣势兵力反击瓜岛，结果遭遇全军覆灭。臭名昭著的一木清真也在绝望中自行了断。8月24日，美舰队又在瓜岛东北海面拦截日援军，击落击沉联合舰队70余架飞机和龙香号航空母舰。美军的顽强攻击致使日本大本营逐渐意识到瓜岛之役对西南太平洋乃至整个太平洋战局的影响。8月31日，日本大本营开始决定推迟对莫尔兹比的占领，重点进行瓜岛争夺战。到9月初，日本在美方已握瓜岛制空权的情况下，以夜色为掩护，将川口支队及青叶支队的6000余人采用老鼠偷运的方式遣送入岛。9月13到14日夜，蛰伏于瓜岛丛林中的川口支队突袭汉德森机场，向美军发起第一次总攻。孰料首批进攻的3000人只有300人生还，光在一座叫铁岭的山头前，日军就摆下了600多具尸体，铁岭因而被他们唤作雪岭。10月中旬，日本著名的仙台师团2万之众在联合舰队强力支援下登陆。该部师长丸山正男还十分作气地夸下海口，不知道失败为何物。而美军此时也增兵至23000人。瓜岛战局日趋严峻，与精锐仙台师团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对决呢？两军在丛林与海滩上激战2天后，仙台师团被击退。不甘失败的丸山正男又增派仙团师团约余下的2000余人、16辆坦克、第10机集团军军部及该军部分炮兵，准备再次登陆。日本海军派出太平洋联合舰队主力配合作战，美军也调兵遣将，增派6000人加强防御，调派大黄蜂号和华盛顿号航空母舰。10月11日11时，美军侦察机在瓜岛西北210海里海域发现日军舰队，此时海面雾气很大，能见度很低，美舰迅速在铁底湾摆开队形，抢占有利阵位。最终在23时40分，由美舰队率先开火，战至次日0时28分，日舰溃逃。此时的瓜岛北部，日军运输队正在为岛上部队卸载增援部队、物资和火炮。清晨，美机又从汉德森机场起飞，对这一区域轰炸遭到重大杀伤。12日夜，愤怒的日军派出2波机群对瓜岛美军进行报复。汉德森机场遭到毁灭性打击，80%的美机被炸毁。巨大的损失迫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临阵换将，哈尔西接替格姆利担任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哈尔西外号蛮牛，相较于前任的优柔寡断，哈尔西以敢打敢冲和轰炸东京闻名。瓜岛守军听闻哈尔西上阵后，受到极大鼓舞。而在更大的层面上，当时斯大林格勒在阿拉曼方面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全世界也渐渐意识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重要性。10月中旬，而远在东京的裕仁天皇宣布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决定性战役。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警告罗斯福，如果我们在所罗门群岛被打败，那整个南太平洋将陷入最严重的危机。这座丛林岛屿仿佛一个强大的磁铁，吸引双方投入了大批部队。1942年10月23日到26日，日军在瓜岛发起第2次总攻，仍被击退。2500余阵亡战士的鲜血在仙台师团战史上记下了首次败绩。26日这天，双方海军还在离瓜岛东南250海里的圣克鲁斯群岛洋面展开了浴血搏斗。日2艘航空母舰遭重创，100多架飞机坠落大海，而美2艘航空母舰也受到毁灭性打击。
其中的大黄蜂号就是几个月前将詹姆斯·杜立特中校带领的16架 B-25轰炸机送去奔袭东京的航母。日军终于在半年之后报了这一箭之仇，但这也是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能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11月12日到15日，美日在所罗门海面又进行了2次重大较量。美军虽付出损失5艘驱逐舰、2艘驱洋舰和同时牺牲2名海军少将的沉重代价，但也使得日2艘战列舰、5艘驱逐舰、1艘巡洋舰、7艘运输舰，连同数千名官兵一齐葬身海底。在此劣势尽显之时，日军又能如何面对吗？太平洋上自中途岛海战后一直艰难维系的战略军事至此被打破，日军彻底丧失了制海权与制空权。仍在瓜岛上，日本部队瞬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几乎丧失了所有补给，长期靠树叶、草根和木台充饥，大多数官兵染上疟疾等传染病无药医治，所存的2个师团实际仅有4个大队能撑持作战，瓜岛成了日军的饥饿之岛、死亡之岛。与此相反，美军则能及时换防、愈战愈勇。瓜岛之战局势已经相当明朗了。1943年2月1日至7日，瓜岛日军按大本营1942年12月31日停止瓜岛作战的决定，在30艘驱逐舰护送下分3批撤出。1942年8月7日到1943年2月7日，历时半年之久的瓜岛争夺战以日军的惨败而结束。不算运输舰，日军在瓜岛战役中共损失各类战斗舰30余艘，飞机1900架，即包括大批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与航海技术人员在内的将士24600人。至此，日军空军、海军开始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日军在太平洋上全面转入战略防御态势。除此之外，在瓜岛的失利也使日军大本营放弃以16个师团的100万大军攻取重庆、成都，占领四川要地的超级阴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军就是中国的救世主。实际上，中国与太平洋2大战区存在互助关系。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27个至29个战力最强的师团，总兵力达100万以上。即便在太平洋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中国仍牵制着日本64%的陆军和45%的空军。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你想看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大规模的前行攻势，在近东某处汇合，完全切断俄国同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与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一样，瓜岛战役的胜利也属于为自由而抗争的正义之国。